那沈小军呢，笑笑改口叫了战维的名字，免得他不自在，心里想着海童的这些小叔子，脾性不一，但个个都长得特好看、特上镜的那种，比他天天捧着来看的里的男主角都要帅气。哎呀，奶奶，你给我带什么来了？这么多！海童呢，把袋子放在收银台上，打开袋子来看，也没什么，就是家里的补品多了点儿。我们老年人吃了那么多，也不能吃那么多，怕补得太过分，反而不好。就给你们送点过来，你们年轻人天天工作，劳累得很，才需要好好的补一补。老太太说道，还有些海鲜，是你婆婆让我带过来给你的，知道你最爱吃海鲜。现在我和战印都是回她的山顶别墅居住，那里什么都不缺，不过婆婆惦记着她爱吃的，给她送这么多吃的过来，她还是很感激婆婆的。你婆婆托我带过来的，我只能带过来。老太太一副我只是个搬运工的样子。海童呢，搬了张椅子给老太太坐下，那沈小军则去给婆媳俩倒水。战维把手里的东西都放下后，见大嫂给他搬来椅子，他连忙上前2步接过了椅子，还不忘道谢。奶奶，我可想你了。老太太点一下海童的额，就嘴巴说想我。真想我了，怎么不见你和战印回山庄里住一段时间，陪陪奶奶？山庄太远了，要不奶奶搬过来跟我们住一段时间，像以前那样。海童不是不喜欢山庄，是山庄离市区较远，他每天要去医院看姐姐，有时候还要照顾洋洋，跑来跑去的不是很方便，就住在战印名下的那栋别墅里，就方便了很多。那这也是战印当初买下那栋别墅的用处，方便他上班的。老太太笑道，你和阿印现在好的蜜里调油，偶尔闹点小矛盾，你们俩也能解决。奶奶再住到你们俩的小家去，那就是一盏老电灯泡，光不够亮，却还是碍眼的。以前搬过去跟小俩口一起住，那是给孙子找台阶下，是教着孙子怎么与海童和解。奶奶才不是电灯泡呢。海童是真心喜欢老太太搬来一起住的，有老太太在，欢乐都多。战印现在虽然不像刚领证时那样闷，但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老太太在的话，能很好的调动欢乐的气氛。都说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老太太在战家就是最贵重的宝贝。哎，小七准备工作了。海童看向战维，笑着问了句。他听战印说过，他们要开始工作，进入商界圈的时候，会有奶奶带着出现在众人的面前。那时候，他们的大名就会被外界知道。于外界来说，那他们的神秘感略减。是的，战维温声应着。老太太说道，23岁了，要开始工作了。过段时间让阿印丢间贫烂破产的小公司给他练练手。那若是能让小公司起死回生，又积累到经验了，再调回来。战维温和地道，奶奶，不管大哥给我安排什么工作，我都会认真对待的。心里却在祈祷，希望大哥不要把最难管理的小厂扔给他管着啊。战氏集团庞大，子公司众多，子公司又开了小公司的也多，有些小公司的生意不好，濒烂倒闭的也有啊。就战印的弟弟们初入职场的时候，通常是老太太或者战印给他们安排工作，有时候是直接进入战氏集团，从基层做起，有时候则扔到那些经营不善、快要倒闭的小公司里磨练。这种最有挑战性吧。若是能让小公司起死回生，并且壮大小公司的版图，那就说明他们有实力，那在经商这方面能力不错。那经过了初步的磨练后，战印呢又会把一些相当有实力的子公司交给弟弟们打理，最后才会根据弟弟们的考核成绩，安排弟弟们接管家族事业中的某个行业，成为那个行业的领头羊吧。若是不想进入家族事业，也可以自己创业啊。但自己创业，家族里不会免费提供创业资金，需要他们打欠条，借钱当创业资金。不仅要写欠条，还要算利息。老太太常常对儿孙说，就他们战家是有钱，但不是他们有钱。
战家的钱都是祖祖辈辈积攒下来的，不属于他们的钱，他们想有钱，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。故而战家男儿就算自己创业，也不能从家族里白得创业资金，而且在创业期间不能利用战氏集团的资源呀，凡事都要靠自己。当然了，老太太教出来的儿孙，从来没有让他老人家失望过。不管是接管家族事业的儿孙，还是自己创业的，都让他老人家很满意。老太太嗯了一声，等沈小军也坐下后，他老人家才掏出了一份邀请函。他把邀请函递给沈小军：“小军，那我们战家在下个周六会在管城大酒店办一场宴会，奶奶给你送份邀请函过来，那晚你和苏南可得去捧场。”沈小军连忙双手接过了邀请函，笑道：“战奶奶，别说你给我送了邀请函过来，就算你不送，你们家办宴会我也要去参加的，厚着脸皮赖都要赖着。奶奶，是谁过生日吗？”海童问道。老太太今天不过来说，她都不知道婆家下周六要办宴会，老七的生日。战维还是温和的笑：“大嫂，是我的生日，我本来说不用办生日宴呢，就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算了。奶奶说最近没有适合的宴会带我参加，干脆就借着我生日给我办一场生日宴会了。”海童明白过来，这是战家七少爷正式进入管城精英圈子的宴会。宴会其实常有，但是以老太太的身份地位，能请得动她的人家很少，为数不多的几家人现在又没有什么好事需要办宴会的。既然别人家没有，那就自己家办一场宴会了。恰好又是战维的生日，借口办场生日宴，那懂的人都懂的，就不懂的人以后也会懂。我都不知道老七的生日快到了。老太太笑道：“你当大嫂的不记得老七的生日很正常，我当奶奶的都差点忘记了，还是今天才想起来，想起来了就给安排上了。”意思不是海童这个战家大少奶奶失职，而是老太太今天才给安排上了。故而海童并没有事先知道婆家要办宴会，连战印都还不知道呢。那老太太这样说了后，海童心里才好过点。否则他会觉得自己这个战家大少奶奶失职了。彤彤、小军，你们忙，我带着老七亲自去给几家人送送邀请函。老太太坐了片刻，起身就要走。那海童和沈小军跟着起身。奶奶中午过来吃饭吗？不了，我中午请了乔大少爷吃饭，那在我们家的酒店让老三陪着。老太太说这话的时候，看海童的眼神带着点俏皮。海童心领神会，笑道：“那行，奶奶有空要常来坐坐，最好就是搬过来跟我和战印一起住，方便。”他说方便2个字的时候，也是对着老太太挤眉弄眼。老人家同样的心领神会，应允。等老七的生日过后，我就搬到你们那里去住。要是阿印那小子不乐意，你可得帮着奶奶说话哈。哎呀，我也好久没有对阿印了，就怪想念对他的日子。大家都笑起来。大嫂、沈姐姐，我和奶奶先走了。战维笑着想挽扶一下奶奶，被老人家推开了他的手。奶奶，我还没有老到需要你们挽扶我的地步，等到那一步，离我去找你们的爷爷也不远了。提到死去多年的老伴，老太太忍不住叹道：“仿佛昨天还和你们爷爷一起看日出日落，转眼间呢，他离开我已经将近10年了。奶奶，那战家人最怕老太太一起故去的老伴。”老太太很快拉回了飘远的思绪，说道：“都过去了那么多年，奶奶已经能够坦然面对，人终将一死，早晚的事而已。你们的爷爷比我早先登极乐世界，等到我过去找他，他已经熟悉环境，就有他带着我，我也不用慌。奶奶，你会长命百岁的，爷爷也希望奶奶好好的活着。”战维安慰着奶奶：“奶奶还有我们呢。”老太太笑了笑：“长命百岁，是，奶奶还要长命百岁。
好歹要帮你们这几头猪找到了白菜给你们拱才行。战维，奶奶，我还小，才23岁，你不小了。你爷爷像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，我已经生了你大伯。奶奶，你们那个年代结婚早，哎，跟我们这个年代不一样呀，现在提倡晚婚晚育的。海童也说道，奶奶，老七是不着急。战维感激地看海童一眼，大嫂给力，会帮他说话。沈小军笑道，战奶奶，你好几个孙子呢，比七少年纪大的都还单着。我觉得你老人家还是按顺序来好一点，一个个催婚也不容易啊，起码要催上2年才有婚。除了战印，余下的几位少爷都未婚，老太太催一个要催上2年，那就还要催上16年才能让所有孙子结婚。老太太也离100岁不远了，老七是不急，我又没说老七要急了，老七还得好好磨练磨练呢。咱们家满25岁还没有女朋友的，我才会略略地说上几嘴；28岁还没有女友的，我就催了。战维松口气，还好啊，他才23岁，反正上面还有几个哥哥给他当挡箭牌的呢。他亲哥今年26岁了，也还没有女友。奶奶就算要催婚，也是先催他亲哥。大嫂、沈姐姐，你们不用送了，我带奶奶去一趟商家。战维开了车门，让老太太上车后，他扭头对海童2人说道。2个人站在书店门口，目送着婆孙俩离开。等战维的车子远去后，那沈小军说道，七少啊，很低调呀。战维的车子是很普通的牌子，新车落地价也就11、2万。与战印他们这些人常坐的车子来说，战维的代步车简直就是自行车级别。海童答道，老七刚要工作，还没有做出成绩来，在生活上呢，不能过于享受，故而啊低调点。等到有一天，他像他的哥哥们那样，既有自己的事业，在战氏集团里也任着高管的职位，他的车价想怎么换就怎么换。沈小军感叹的道，彤彤，你是真的幸运，找了这么好的一个婆家，婆家的家风真的太好太好了，是奶奶疼我，你的婆家也不差呀。海童想起当初老太太老是说要介绍大孙子给他认识，让他们俩谈恋爱结婚的时候说过的话，只会把最好的孙子介绍给他，绝对不会亏待他的。老太太说到做到，果然她嫁的男人是战家男儿当中最优秀的。是的，我的婆家也很好，不过我没你那么多的小叔子。那沈小军对自己的准婆家也非常的满意。他和海童就回到了书店里，笑道，彤彤，你那些小叔子个个都长得特好看，我在想等你和战先生办婚宴的时候，战家9子都在场，简直就是俊男选秀现场啊。海童笑道，他们家基因好，男的高颜值，又娶了高颜值的妻子，夫妻都长得好，生出来的孩子能丑到哪里去？沈小军想想觉得有理，等你和战先生有了孩子，肯定也是小帅哥小美女的，若有儿子像他吧，女儿就像我。沈小军说道，我听老人家说儿子像妈妈，女儿像爸爸更好。想到战家的家风，沈小军又说道，在你们战家，不管孩子像谁都不会平庸的，我没什么大的心愿，若有了孩子，只愿孩子平安健康就行，其他的都是次要的，平安健康才是福。说完后，海童又自嘲地笑道，我现在连孩子都没有，说这些都还早着呢。知道他的心事，沈小军忙安慰他，你和战先生婚礼都还没有办，不着急要孩子。用战先生对外说的话，你们俩先过2年2人世界。我也是那样想的，我和苏南婚后2年内不打算要孩子，咱们先好好的享受一下被心爱男人独宠的幸福。要是太早生了孩子，孩子会分走他们的爱，那我就不能独享苏南的爱了。沈小军笑嘻嘻的，我是很享受被苏南独宠的，哪怕有了孩子后，
苏南还是把他放在第一位，但他肯定也会疼爱孩子。那沈小军就觉得他不再是独享的那个。海童被他的话逗得大乐，你居然会和孩子争风吃醋。沈小军理直气壮的道，苏南是我的男人，别人分走了他的注意力，我怎么就不能争风吃醋了？哪怕那个别人是我的孩子，他们以后会有另一半宠着他们，不能跟我分苏南的爱，说不定是苏总担心要跟孩子争风吃醋呢。海童笑道，我家那位以后必定是跟孩子争风吃醋的，霸道鬼一个，表面看他已经很大度了，其实骨子里头还是小气霸道的。彤彤，我总觉得你此刻是在秀恩爱，在你面前不用秀恩爱了，你和苏总够恩爱的。哎，小军，你今天都会留在店里吧？沈小军应着，又问他，你有事要去处理的吗？那你去忙吧，我在这里看着店呢。我去一趟春暖花开，11点半之前赶回来。去吧，看看有顺眼的盆栽花，买2盆回来放在咱们的店里。海童本能地道，我们店里的金钱树。哇，富贵竹都生得很好，不用再买盆栽了，买几盆多肉回来养着。行啊，我帮你买几盆回来。海童拿起自己的车钥匙，走出了书店，跟在外面转悠着的保镖浩哥说道，我去一趟春暖花开，你不用跟着了。是啊，大少奶奶。阿浩知道还有同事在暗中保护大少奶奶的，就算他不跟着，这大少奶奶的安全也有保障。况且啊，大少奶奶身手不错，现在估计也有人敢乱动大少奶奶一根头发。谁动了大少奶奶，那就是与树大豪门为敌。海童去了春暖花开，但依旧没有看到宁云初。你们老板还没有回来吗？海童问着在修剪着玫瑰花枝的一名店员。老板进货回来后，接到一位熟客的电话，对方要1束花，那我们老板就亲自给送过去了。要多久才能回来？这个呢，不好说呢。战大少奶奶要不先回去，等老板回来了，再让老板给你打电话。海童说道，云初回来了，也没有给我打电话，他手机最近都是关机。店员答道，战大少奶奶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给我，等老板回来了，我给大少奶奶打电话。我们老板换了手机号码，不一定记得大少奶奶的联系方式。云初换了新的手机号码呀。海童在心里腹诽着，怪不得战逸晨说打电话总是机会，他打了2次也是一样的结果。原来换了手机号码啊。宁云初还真的在逃避战逸晨呢，不愿意与他纠缠。那战逸晨追妻也是路漫漫的呢。是的，我们老板最近换了新的手机号码。海童哦了一声，想了想后，他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给店员，然后先行离开了春暖花开。他打电话给战逸晨，等对方接电话后，说道，逸晨，云初换了手机号码，我一上午去了2次他的花店，都没见到他呢，你见到他了吗？战逸晨答道，我在小一咖啡这里等着他给我送花过来。他也不知道宁云初的新号码，店员不肯告诉他，他只能记下春暖花开店里的固定电话，然后请小一咖啡厅的店长帮他打电话到春暖花开，让宁云初送花过来。那借此呢，他才能见到他。云初自己去吗？他另一位员工骑着电动车送他过来。大嫂，谢谢你。虽然海童没见到宁云初，未能替他说好话，不过为了他的事，大嫂一上午去了2次春暖花开，这让战逸晨很感动，觉得长嫂很重视他的事。一家人不用那么客气啊，见着了云初，你别再吓到他。大嫂，我现在悔的肠子都青了，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。还没有攻下宁云初的心，他就亲了他，那是冒犯，也把他吓到。战逸晨不止一次暗骂自己沉不住气。海童就放下心来，便结束了通话，直接开车回书店去。花开2朵，各表一枝。老太太呢，在战维的陪同下去了一趟孔家，给孔家送上邀请函后，顺道去了商家。因为孔家离商家不远，
他老人家去到商家的时候，居然很不巧的又以新邻居的身份来商家拜访呢。看样子是打算留下来蹭饭吃的。听说老太太和战维来了，那商太太夫妻俩亲自迎出来。你老过来了，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？哎，我好去接你啊。在老太太下车后，商太太便上前扶住了老人家，笑着抱怨老太太没有事先通知她。老太太笑道：我让我们家老七送我过来，方便些吧，不用麻烦你们。什么麻烦，能去接你老人家，那是我们的荣幸。这是七少吧，长得真俊。老太太，你是个有福气的人，瞧瞧你的孙子，一个比一个俊，又个个都能力出众，着实让人羡慕嫉妒恨呀。商太太2个儿子1个女儿，只有长子有担当，能力出众，接管了商氏集团。次子对经商没兴趣，小女儿被娇惯了，如今才开始投资做生意。对于老太太的几个孙子，商太太是真的羡慕啊。这不仅是商太太羡慕，其他老人家也羡慕得很，他们也就长得好看，没有你们家无痕那么优秀的。哇，你们家无痕一个抵得上我几个孙子了。商太太笑道：你老也别这样夸着无痕，让他听到他尾巴能翘到天上去。我说的是大实话，无痕和我们家阿印是咱们管城最年轻有为的青年才俊。谁不夸他们2句？战奶奶。商小飞含笑问好，那跟着他一起出来的君然也礼貌地向老太太问好。老太太瞧见君然的时候笑道：君武少也在啊。君然温和地道：我过来看看我的房子装修进度。知道商太太和小飞在家，便来讨杯茶水喝喝。老太太笑得像只狐狸，以后你们2家是邻居，是要多来往来往，都说远亲不如近邻，邻里间可得好好相处。老夫人说的在理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只要我过来看房子的装修进展，都会拜访一下商太太。商太太听着老太太和君然的对话，在心里腹诽君然就是打着搞好邻里关系的旗子，接近他的宝贝女儿，然后一点一点地融入他女儿的心里。偏偏他家丫头和君然聊得很好，这让商太太心里矛盾极了。拜托战印和君然说的话似乎都不起作用，君然还是隔3差5就以邻居的身份过来拜访，还经常挑着临近饭点过来，那就是活脱脱的来蹭饭。大家进了屋后呢，商小飞亲自去给老太太倒水，君然则帮忙拿了些水果点心过来。老太太呢，留意到君然对于商家的一切已经很熟悉，这小子狡猾呀，就还能让商太太无可奈何。毕竟他还没有向商小飞表白，只是以邻居的身份过来，来的次数多了，熟悉商家的一切那也正常。而且君武少的脸皮非常之厚，像是看不到商太太背着商小飞给他的黑脸一样，也无视商先生的瞪视。总之，只要商小飞愿意和他相处，他就厚着脸皮过来。君然对商小飞的心意，商家人只有蓝鲸是支持的。他觉得君然很适合小姑子，主要是2个人合得来，有很多话题。以前商小飞爱慕战印的时候，他的心情是抑郁的，因为得不到半点回应，又难以放下，鼓起勇气表白，大胆的追求，最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他和君然相处的时候呢，蓝鲸就常听到他的笑声，笑容总是那般的灿烂。蓝鲸就劝过丈夫不要拦着君然对商小飞的追求，因为商小飞和君然在一起是发自内心的开心，她当嫂子的绝对没有要把小姑子远嫁的想法，她想到的都是小姑子的幸福啊，只要小姑孩子开心，嫁给君然又何妨。君然特意买下了他们邻居的大别墅，现在再重新装修，还是按照小飞的喜好去装修的。院子里的风景布局，君然打着请教的旗号，向商小飞请教，让他提点意见，其实就是以商小飞的喜好为主。老太太今天过来，是不是为了彤彤的婚礼事宜啊？商太太等老太太喝了水后，
试探地问着老太太的来意。他以为战家想提前办婚礼。现在海玲还住着院，她是海彤的大姨，属于娘家长辈，战家要提前婚期，跟她商量也是一样的。彤彤的婚礼现在准备还有点早，也不需要我老人家来操心，战印自己会准备，彩礼她都还没有备好呢。老太太看了看自家老妻，慈爱地笑着。下个周六我们家老七过生日，我打算给他办场生日宴会，请大家聚一聚，热闹热闹。说着，他老人家掏出了一份邀请函，递给商太太。阿凤，这是邀请函啊，到时候你们一家人一起过去聚一聚。我们两家人平时很少聚会呢，以后是亲戚了，要多来往，亲戚就要走动才亲的。商太太接过了邀请函，笑道：老太太说的对，亲戚就是要常走动才亲，就再亲的亲戚，要是不走动都不亲了。老太太又给了君然一份邀请函，她打开了邀请函，看过后对老太太说道：我们一家人可能就是阿晶不会去，她现在妊娠反应还是很重，人又容易犯困，那除了阿晶，我们都会过去的呀。那他又看向了战维，温和地道：七少，恭喜你啊。战维明白他话里的深意，同样回以温和的笑：谢谢伯母。阿晶还土吗？孕3个月了吧？老太太关心地问道。那坐在不远处的蓝晶说道：满3个月了，还是会吐，现在就是吃完后半个小时左右就开始吐，就吐完了才能舒服。我妈说我可能要吐到生的了。虽说妊娠反应重，让蓝晶吐得很难受，一点不妨碍她爱着肚里的孩子。再过一段时间呢，她就能感受到胎动了。3个月时去医院建立产检档案，照过一次 B 超，她看到医生写的报告，胎动好，只是现在胎动还很细微，她还感受不到。对照着书上说的16周后就能明显感受到胎动，随着胎儿的长大，胎动就会越来越明显。商无痕当初还想让他去打掉孩子，谁知道拿到3个月后做的 B 超报告时，他拿着那份报告看了又看，哪怕他看不懂，他也舍不得放手。蓝晶知道商无痕其实也很期盼着这个孩子的，只是他反应太大，他心疼他，就才会发疯一般想要他打掉孩子。好在呢，经过大家的劝说，那无痕就不再提出让他打掉孩子了。每次看到他吐得死去活来的，他就在一旁心疼地直骂他肚里的小家伙，说什么小子，等你出来，我一定打你的小屁屁，看把你妈折腾得像什么样。蓝晶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老太太说道：妊娠反应还真是束手无策啊，有些人的确会吐到生。我记得君夜怀他家老三的时候，也是吐得厉害，还吐到生。他怀阿印和易阳都不吐，到老三的时候吐得厉害，因为反应不同，他还以为老三是个女儿呢，结果生出来还是个带把的。听他这样说，蓝晶笑道：那我这个估计也是要吐到生的了，当妈妈是很不容易的呀。老太太叹一句：不过呢，阿晶，就算你会吐，也不能饿着啊。我看你又瘦了点，满3个月后，胎儿需要的营养越来越多，你要是不吃，胎儿就会吸收母体的营养，那样你会更瘦的。商太太说道：喝汤她不会怎么吐，现在每餐都让她多喝点汤。蓝晶也说道：战奶奶，我会吃的，我是吐得厉害，但我胃口很好的，什么都想吃。老太太点头，那就好。佣人走过来，轻声地对商太太说道：太太可以用餐了。商太太微点一下头，佣人便退了下去。老太太，我们先去吃饭吧。老太太也不拒绝，笑道：那我和老七就在这里蹭饭吃了。商太太夫妻俩都笑，老太太肯留下来吃饭，那是给我们面子。不要说面子不面子的事，我们现在是亲戚了，常来往，你们夫妻俩现在退休在家，闲得很，常去我们家坐坐。我那些儿子儿媳也是退休在家，闲得无聊，你们同辈人能聊得来。
有什么节目约上他们一起玩。商太太点头，改天我就过去跟他样打麻将。你老3个儿媳妇加上我，刚好一桌。老太太笑眯眯的，我都好久没有搓麻将了呢，我以后有空就去陪老太太搓麻将吧。商太太觉得老太太的话也是对的，不管他们过去是什么关系，现在他们2家是亲戚啊，亲戚就要多走动才显得亲。她是海彤的娘家长辈，要给海彤撑腰的，更要和战家来往密切一点，免得别人又造谣说海彤的娘家人和婆家人合不来。好呀，这老太太乐呵呵地答应下来。老太太，我们先去吃饭吧。商太太再次说道。老太太呢，嗯了一声，在商太太起身后，她才跟着起身。商小飞离老太太最近，她上前去挽扶老太太。老太太只让商小飞略扶了扶，便笑道：我不用拐杖还能健步如飞的。她是有拐杖，不过她的拐杖是用来打人，可能是她老人家也属于练武之人吧，加上年轻时的特殊身份，身子骨硬朗得很。去爬山，他儿媳妇们都不如他。再过10年8年，战奶奶都还用不着拐杖。商小飞笑道：等海彤他们有了孩子，孩子会爬高爬低了，你可能就需要用到拐杖，是用拐杖追着小调皮蛋们。老太太想象着自己操着拐杖追赶着一班曾孙子们的场景，她就笑得合不拢嘴。她拍了拍商小飞的手，小飞看着他老人家，好男人很多的用心体会，你会发现最适合你的那个就在你身边。老太太这句话是悄悄地和商小飞说的，不让其他人听到。说完后还看了君然一眼。商太太没有邀请君然一起吃饭，不过咱们的军武少蹭饭吃已经蹭习惯了，不用商太太再招呼他。到了饭店，他自动跟着商家人一起进餐厅。那佣人们又不敢不给他备碗筷，那有商小飞在场，商太太也不会对君然黑着脸，顶多就是不热情而已。商小飞微愣，顺着老太太的意思也看了君然一眼。老太太再次轻拍一下商小飞的手背。商家这枚小辣椒不是不对老太太的胃口，而是不对他家那几头猪的胃口。故而老太太在挑选孙媳妇的时候没有考虑过商小飞，再加上商家与战家当初还是生意上的死对头，要不是海彤忽然就成了商太太的亲外甥，2家关系都无法缓和。商小飞痴恋战印多年，在知道战印和海彤的事情后，他的反应，他的表现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这丫头很清醒，海彤很希望商小飞能得到幸福，那老太太觉得君然就很适合商小飞。君家大少爷还曾拜托过老太太，让老太太看到有合适的女孩子就给君然介绍一个。事实上君然都不用老太太操心，他自己有了目标对象。战奶奶，商小飞轻轻地说道，我和君然就是朋友，2个人合得来而已。老太太就笑了笑，没说话。在商家用了饭后，老太太和商太太话了一会儿家常，便带着战维离开了商家。大家亲自送着婆孙俩出屋的。等到战维开着车带着老太太离开后，商太太一个转身看到君然，她抿抿嘴，最终是什么都不说，回屋里去了。蓝京饭后就要午休啊，商先生是陪着老婆的呀。就很快啊，就只有商小飞和君然还站在院子里，要不要一起走一走啊？商小飞主动问着君然，君然温笑着，饭后走一走，活到99。商小飞看着他的笑脸，他给他的感觉是温润如玉，不管什么时候和他说话，他都是带着温和的笑，那笑容如同3月里的春风，温柔而暖和。2个人一起走出了商家大宅，而位于2楼的某间房里，商太太站在窗前，看到自家宝贝女儿和君然一起往外走，她绷着脸对丈夫说道，君家那小子又哄着小飞陪他散步了。商先生走过来往外看着，就果真看到女儿和君然并肩走着，就2个人不知道说着什么，边走边笑。
商先生敛回了视线，看到妻子绷着脸，他好笑的道：“你那么不喜欢他们俩来往，你明说呀，在我这里绷着脸，你女儿看不到，姓君的小子也看不到。那小子是个眼瞎的，他老是到了饭点就过来，我摆脸色给他看，他像是看不明白似的。小飞说和他是朋友关系，两个人聊得来，当着小飞的面，我也不好摆脸色呀。商太太年轻时陪着丈夫叱咤商界，可是在面对君然靠近她女儿的时候，她却束手无策。小飞是把君然当朋友的，那君然看小飞的眼神温和中夹着炽烈，对小飞甚是宠溺，明明是喜欢小飞的，偏偏他没有表白。3个孩子当中，商太太最疼的就是小飞这个女儿，也知道女儿的朋友很少，她把君然当成朋友了。当妈的要是不让2个人来往，母女俩说不定会闹一下矛盾。找君然说吧。那商太太也拜托战印找过君然的，结果还是老样子。君然来了，她趁女儿不注意的时候，会暗示君然离开，可那小子脸皮厚的堪比砧板，甭管他明里暗里的说，君然依旧是该喝茶就喝茶，该吃饭就吃饭，只要小飞不赶他走，他能从早上赖到晚上，恨不得在商家洗了澡再回家的那种赖。君然其实很不错，并不比战印差多少，我更欣赏君然的。商先生说了句，我也合到君然不错，可是君然是 A 市人，那么远，我们就小飞一个女儿，我可舍不得我的女儿远嫁。那商太太执着的就是这一点，那商先生也舍不得女儿远嫁。君然新买的房子就在我们家隔壁。商太太瞪着丈夫，你是不是想默许了？是，她是买了房子在我们家隔壁，也长期在管城生活，谁能保证婚后她不会带着小飞回他们的风尘山庄去？说不定她买下那栋别墅，只是为了哄我们同意把小飞嫁给他呢。要是小飞嫁给了他，那他带着小飞住到哪里去，还能由着我们决定。商先生，那你跟君然明着说呀，今晚吴恒回来了，让吴恒找个时间去他公司，在公司里跟他聊聊，免得被小飞知道了。商太太是不想让女儿知道他们一家人都不认可君然。